是那个球有没有一定的轨迹？是中间那个球的轨迹。球的轨迹啊，对，我们在练的时候有一个轨迹嘛。比方讲，我们一开始的轨迹，一开始就是上下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下是基本的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做这个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往上升嘛，从阴变阳嘛，阴变阳往上升嘛。当我虽然做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是往下嘛，所以它一定是下缩的嘛。那我接下来再做，它往上走了，我不管转到什么方向去，它就是往上走的嘛。走到2个阳了，接下来它一定是往阴走嘛。这样不懂？所以它不管怎么滚，这样滚那样滚，我以后你们脚在动的时候，它这样滚，它一定是我这样滚，它一定是走一个这个。啊，所以你不可能在原地的。我就算变小了，在原地，它还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疤在走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手起码从这边转到这边嘛，这是一个方向，这是小嘛，变成这个嘛，然后再变成这个嘛。啊，这是它的基本轨迹。然后以这个为基本，你可以在你的身体的上下周边，尽量的去转它，但尽量保持到它的相对性，跟那个球的大小不要变。啊，你才会强迫你的身体去做一些伸展啊，去做这个。做大，还会要求伸展。对，所以你不能说我在这边大。在这边大伸展不多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在这边大，你不能说我在走起来的时候我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它变小了嘛？你如果球是这么大的话，那你要走到这个地方，你是不是要缩得多？这是不是要伸得多？我这样伸，然后这是不是要推得多？2个膀子要尽量拉开，然后你在这边是不是也要大？你在这边也要大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决定那个大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光在这边大，好吗？一致性。所以在我们受限制的地方，你才会去突破那个限制。好了吗？所以在限制的地方，不要轻易的过去。就像我说，很多人在做这个地方。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从这边过了，从这里就过了。这里是比较本能性的好过嘛。可是你要画出这个圆的时候呢，你到这个地方，你就必须什么？你必须在这边延伸嘛。这个膀子也是一样，你要在这个对角线，你看你2边都要做这个，延伸，这样不懂？你要有这个延伸，它这边才会有圆。而不是从这边就切过去了，所以很多地方在练的地方，就是你感觉困难的地方。所以请问一下，大圆可以理解，那练光这么小的圆是在练什么？一样啊，也是什么？一样啊，一样啊。什么意思？小圆里面还是有开合啊，用的力量还是一样啊，它更细腻。就是说，当我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所以大变小嘛，小更难嘛。当我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做这个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我身体的开合其实是跟做大是一样的嘛？我如果做小，我做到这个地方也是，你看，这样不懂？因为你做大的时候啊，当然是中是最好做嘛，在我们的习惯范围内嘛。你大你就要延伸开嘛。
可是小更细腻，可是小不代表它没有动，好吗？小的动是更细微的动，我就算在这边做，我就算在这边做，它很细微的动。那我还是要做这个啊，我还是要做到这个程度啊。听不懂？我不能说里面没动啊，我做小，我就在这边做小啊，那就没意义啊。听不懂？你要想象，这是两端，这是一端，延伸到里面去是另外一端。听不懂？就我说的这个嘛，你这个开，这是一端嘛，这是一端嘛。如果我们这样讲，它是梢，这是根嘛。你如果是开梢，根就合，这两个就分开了嘛。我如果是开根，我如果是开这边，这边就合，这个力量就向内合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外面的这个活动，我的这个活动，你看。它会影响到这个的活动啊，跟我这个的活动，我这个的活动这样子，跟这样子，跟这样子，影响到外面的活动嘛，听不懂？所以当我在做小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这个地方，是这里在动。所以你要想手臂，我们讲这是根嘛，这是手梢，肩胛骨是根，到这边根。当你再延伸的时候，你做这些动作，你做再延伸的时候，肩胛骨就不是根了，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内走，晓得吗？可以走到腰，走到胯，走到腿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做一个动作，当我在越做越小的时候，我外面的小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我里面，你看，这是哪？这是哪在动？这不是这个动，这是这个动。看，能看得出来吗？啊，其实是这边动，不是这个动了。看不懂？所以小更难，细微更难，跟练太极拳一样嘛。一开始练动作很大，那是一个阶段嘛。你到后来看不出有动作了，那个难，因为动作都在内。啊，啊，还有问题吗？哎，所以要连到内是要松，要矫状那个球轻，因为你真的是为了有这个动作，想象那个球重啊。等一下，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上礼拜说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练习的时候，练习是要用头脑还是要用感觉？感觉嘛，你刚才讲的都是头脑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用那个来练，那个是你在练习之前的理解，那个是练习之前的理解，跟你学音乐一样嘛。你乐理是干什么？是在你弹以前你要做的功课啊，你要去理解它的为什么这个样子嘛。你不能弹的时候你去想那个乐理啊，你弹的时候就是感觉啊。那感觉它用什么技巧出来，用什么乐理出来，那是它的呈现呐。听不懂？啊，不然你头脑会爆掉啊！那些玩爵士的，你不头脑爆掉吗？也是那么复杂的和弦，一小节转一个和弦，一小节转一个和弦，
那头脑会爆啊，晓得吗？他们是练习的时候分开练，练习的时候了解，然后去把它了解通了。演奏的时候什么都不想，听不懂？你们去看，我看很多这个爵士的即兴，很多人就说我怎么学这个即兴？学古典的人很难走到爵士的即兴，为什么？头脑里面的规则太多。其实爵士的规则比古典还要多，可是你要在之前把它练得非常熟练。很多练即兴的，他都是学成名的乐师的啊，一段句子很好用，很好，他就把这个句子练熟啊。这个人的这段句子很好用，他又把这段句子练熟。然后他在即兴的时候都是这个人的这段句子，然后加那个人的句子，加那个人的句子，他就不是即兴了嘛。他听起来就没有那个即兴感了，没有那个流畅那种活泼那种自由度，没有嘛。所以很多大师在教是，你这些东西可以练，可是你自己在即兴的时候，你是一种感觉，这样不懂？他们也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你不可能在真正在练的时候，你规则都在头脑里面就塞到了，好吗？所以 John Coltrane 一个萨克斯风大师嘛，他问那个 Miles Davis 一个也是大师，吹小喇叭的爵士的，他问他我有一个困扰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在即兴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你去看 John Coltrane 的即兴好长啊，他一直在跑，一直在。Miles Davis 跟他讲，你把吹嘴从你嘴巴里拔出来就停了嘛。你看，他是一直在，他不知道怎么停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他一直在流动，他不是头脑。你们要找厕所吗？啊？哦，在后面有。这边后面。这样不懂？晓得吗？你刚才在讲的东西，这个是怎么样？那都是头脑。我刚才在讲的，你们的身体这些东西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根据感觉。你不能把它当做什么？不能把它当做规则来做哦。你不能说我要这边我的里面要吸，里面要收，里面要干什么？不行的，你不能把它分开，因为当你变成头脑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把这些东西都分开了。分开的组合，它不是一个流畅的组合。听不懂？感觉的组合才是一个流畅的组合，这样能懂吗？晓得吗？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，你要去注意那个感觉，你身体的感觉哦，不是说你头脑里面乱七八糟的感觉哦，是你的肢体的感觉，晓得吗？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，你可以在不练的时候你去试。你去试怎么做，你可以去试。你在做的时候，真正在练习的时候，不要那个了。啊，哎，就是最近在家就有练那个换掌式式跟形意的劈拳，就是感觉身体的那个拧转跟伸缩。然后我发现一个是就是自己在练的时候，感觉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后手很高，可是我自己有再去录影，发现其实我是低下。但是我练的时候，我已经那个，但是就变成说，我看完影片之后，我才知道说，我这个手其实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再更那个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在练的时候，可能说，我感觉这个，比如说这边从比如说从这里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
感觉不对，我可以这样一直来回单冲。行啊，行啊，行啊。满意了再往下走。但是你来回你要知道你什么地方不对哦。就是我现在感觉到，就是可能张力掉了，或是说力量不够。不是，你要确实知道，你再来做刚刚那个，我到这里，哎，然后这样。所以你一直持续做，你要修改哪边？我可能我会觉得这样的话，我这边这个裆开的不够，然后不是真的用这个裆的力量。不是，你再来做，走，走，走。你要修的是这个，肩膀，你这个没有转动啊，这个没扣啊，你这个一扣，胯自然就过去了嘛，他们是在一起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所以你要知道你什么地方不对，然后你要从什么地方修，你那样子去一直尝试，一直做才有意义。否则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一直做，你就把错的东西练成习惯了。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如果自己录影下来去观察，你看不到啊。看不到。我刚才讲的那个，你一直做，问题你不知道那个是问题的话，你就看不到。那要知道它是不是问题，除了用力量去感觉之外，这就要老师跟师兄弟帮你看呐。所以你自己有时候的感觉并不一定对，所以要修嘛。那你的手抬到这边，你以为就抬高了，因为你的体感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体感是这个样子嘛？那别人来看到，别人帮你一翻，把你再提高，你才知道哦，我可以到这边，这个才对。听不懂？这样修，你去持续练，它才有意义啊。否则你一直不知道，你一直去练，它永远在这边，你就永远把错当对嘛。啊，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像那个劈拳，这样出去玩，然后回来的你这个不对啊，你这个不对啊，歪掉了。都歪了，那个脚稍微不对，你的方向，你看哈，你这个三体式哈，你面对他们，你们看他做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的方向是不是在这边？好，你们看他的身体几个大关节就行了，角度跟他要的这个方向有没有合？你的架构有没有支援这个方向？这里掉，不光是那边。啊，所以你的每一个地方啊，这边要支援嘛，这边要支援嘛，往那边去嘛，你这个不能太往外翻啊，往外翻就往那边跑啦，身体这样子就比刚刚好嘛。你的身体刚才是这个样子的嘛，那这个力量就往后了嘛，所以你没有一个，所以你可以做的一个是什么？既然方向是这个，你就尽量先往前探，变弓步，不要腿不要动，往前伸，这个也往前去支持这个力量往前，你感觉你的全身的力量都支持这个往前了，维持到这个往后收。听不懂？你后收回来就不要动了。就是说你是这个，所以你开始你不确定，你就尽量往前去，往前去，到这边回来。这个，你不然你做出来这样子的，那你到底要往哪去了？听不懂？所以你这个先要对，基本的这个先要对。每一个定式都是用这样去，都要你这个对了，像你这个力量就错了嘛？有没有？你这边是往后收的嘛？你力量没有出来嘛？这个也是嘛？这往后往前嘛？这往后往前，你的桩才有这个力量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
所以你在定势的时候，先去找我是不是身体的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关节，它都支持我往前的这个力。有任何一个地方阻碍它了，就修正。哦，听不懂？到你全部的力量都到这边来了，都可以支援它，这个式子才对。听不懂？然后你可以再走再走下一个。劈砖崩炮痕，因为你这个都不对，你做下面的一定错。听不懂？所以站桩要站很久啊。把这个站队再往。你的身体要调到那个最正确，这是它的基础。你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做五行拳的变化，听不懂？你不能做成这样子嘛？你不能做成这样子嘛？是不是？你如果站三体，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那你到底要往哪去？听不懂？啊，有的人是做正的，有的人是做正的，是不是？你做正的，你这个就要这样子，他才往正走嘛。有的是偏的，基本上是偏的。他走的力量是什么力量？他走的力量就是这个力，他走的是这个力量。其实也是子弹，它有绕一下。对，不是开掉。不是，听不懂？去把这个先练对。先把对练起来。哎，下午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好，那下礼拜见。下礼拜是礼拜6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好。